现在时间是3点49分，半夜3点49分。那我们来看看半夜鱼缸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水草都顶端都合起来了，代表它们现在正在睡觉。好，现在我们把水草灯打开，把它们叫醒，来跟观众打招呼。Hello， 醒来喽！醒来喽！啊，现在水草都被我们叫醒了，都已经张开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谢克特的频道。刚刚那个半夜的影片是昨天晚上拍的，然后现在已经是白天，水草灯定时开关已经自动打开了一阵子。那现在已经是白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水草，它们的会因为光照会有开合的现象，这代表说其实它们也是会感应光照，然后需要休息，是有正常作息时间的。所以说，有人说水草可以24小时不断开灯，然后让它们不断行光合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违反大自然的，因为毕竟最长光照夏天的时候也是12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水草灯最久就开12小时。那平常的时间就晚上就不要再开灯，让他们可以休息这样子。那这几天这样子足够的光照，还有那个足够的 CO2 不断打气的状况下，现在后面台湾水杉的部分已经转红了，而且长得很高。可以看上个影片，原本只有矮矮的下面这个部分，然后其中2个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那其他的像粉红虎尾的部分呢？看这里，这一株后面顶端的部分有开始转红，但其他都还不明显。那个红橘的部分是稍微有点变色了，但是还不能说有转红。那因为可能是因为它原本它是属于缺素红，也就是说它要补充微量元素才会转红。所以那我是最近才开始加入一些红色水草的易肥，所以之后再观察看看。那我的水草的部分也做了一些变动，原本铺在地上的是那个新大珍珠水上叶，但后来它就是发黄，然后感觉就是没有成功转成水下叶，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去买了那个新大珍珠的铁网，他们原本就是水下叶的铁网，那想说直接买水下叶，直接拿回来铺，这样子就有那个草原的感觉了，有没有？那原本的那些就是已经发黄的新大珍珠，我就把它拔起来，然后再绑回铁片，然后目前就是放在阳台这样，就是看他们后来会不会好转。然后这里买了一个很可爱的叫绯红古金，它原本买回来就是红的，那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一点，所以就先买一株回来养养看。那目前我这里放了一些生物，包含这个鱼的部分是日光灯，那还有那个米虾是有琉璃虾，还有极火虾。那极火虾基本上原本应该有10几只啊，只是他们都跑去躲起来了，所以目前画面中只看得到几只。那还有那个很可爱的粉红苹果螺，那据说它们很会生啊，那我是希望它们可以生多一点这样之后我可以把它们就是放一些到我们阳台的那莲花缸那边。那我们看到这个绿金钱的下面这个叶子的部分有一些泛黄发黑，然后这边也是，这一株也是。那我猜测应该是因为它们原本是水上叶，那可能它们在放在水下之后开始转换环境，正在适应，所以它们原本比较大片、比较老旧的叶子必须汰换掉，所以这些已经老的、比较大的、比较老的
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那个必须被淘汰掉。那么顶端的芽就是刚长出来，它们可能就是已经是水下叶，可以适应水下的环境，所以其实都还蛮正常的。那这一株的也长出了2条很长的气根，可能是急需养分。那么后面呢，我们这个有2个管子，这2个管子其实是底部过滤的管子。我这部刚用的是底部过滤。之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底部过滤的系统。然后我的 CO2 呢是用 DIY 的 CO2 装置。那之后有机会呢，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用的，因为我只有用一个瓶子。好。